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14期。在电影《布鲁克林》的开篇呢，有这样一个镜头：爱尔兰小镇的姑娘爱丽丝要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去到美国打拼。她乘坐海轮颠簸在风浪之上，但是比汹涌的海浪更让她感到无所适从的呢，其实是对于离家万里的恐慌，还有与陌生人的接触，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。这个镜头呢，总是让我想到自己最开始来到伦敦的日子。尽管呢，在那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，但是当我真的踏足这里，来到这里生活的时候，我看到满大街都不再是我熟悉的中文字，另一种肤色的人占据了人群当中的主流，连茶也不是我所原来认识的那个茶。在很多的时刻，我都会产生一种对自我认知的失落和茫然无措的感觉。这促使我去重新思考，在英国这个社会当中，从文化、生活、政治，华人这个少数派群体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做这些内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，我希望对于那些要来到英国学习、工作还有生活的人来说，他能够对这里的在英华人群体有一个真实概貌的一个很清晰的了解，同时也对于他们未来的社会融入有所帮助。首先呢，是数字上的少。2011年的数据显示呢，英格兰跟威尔士的人口当中，白人占比86%，而最大的少数族裔呢是黑人，占比3.3%。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3个地区的人构成了当地人所熟知的亚洲社区，所以这里通常所指的亚裔呢，其实更多是指南亚裔。华人呢是这里第5大少数族裔社区，也只是占比0.7%，有40万人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？相比较之下，马来西亚的华人占人口总数呢是23%，而在澳洲呢是5.6%，在加拿大呢占比是4.5%，而在美国呢这个人口占比是1.3%。虽然目前呢在英华人的这个人口占比是比较小的，但它是人口增长非常快速的一个社区，仅次于黑人。这10年之内的人口啊增长了75%。人数少的华人移民当中呢，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年轻化，超过1/3的华人群体，他的年龄是在18到29岁这个年龄段当中。虽然在本地人的眼里呢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但是英国40多万的华人呢，其实来自于5湖4海，分布散乱，甚至各自为政。从出生地的背景来看呢，29%来源于香港，25%是英国土生土长的 BBC，19% 呢来自于中国大陆，8%来自于马来西亚，4%呢是越南华人，还有3%来自于新加坡。台湾的华人呢比较少，是2%。显而易见呢，香港的移民构成了英国华人最大的华人社区。2战之后呀，英国它急需引入大量的劳动力，所以大批的香港移民呢就涌入到了英国。他们大多早期是以开餐馆呢、开洗衣店为生，如今很多都已经开枝散叶到了第3代。而在英国呢，目前的政坛跟社会运动当中比较活跃的，也大多是以香港移民为主。而来自大陆的华人移民呢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呢，在近些年来，随着投资移民啊，还有留学生啊，这些数量也是急剧的上升。而来自于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华人呢，大多是在70年代以留学的身份来到英国，然后定居英国的。出生地不同呢，语言也不同，而语言的差异呢，也被视为在英华人社区之间彼此交流不太多的一个屏障之一。在40万的在英华人这个群体当中呢，有30万人他的母语呢是粤语，1.2万人呢是讲普通话或叫国语，有1万人呢他的母语是客家话。书写的文字也不同，像大陆的华人他是接受简体中文的教育，而香港跟台湾的移民他只是繁体字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还有英国土生土长的 BBC 呢，他们的书写跟阅读更多是以英文为主。所以综合来看呢，可能最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呢，是我们味觉的共同载体中餐，还有一些传统节日。Really, the only word for it is... 来源、语言地不同，居住地呢也相对分散，所以在英国的华人呢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种族飞地。比方说唐人街，不管是美国的纽约、旧金山，还是东南亚的一些城市，唐人街呢永远都是华人社群的一个地标。但是如果你来到伦敦的唐人街，你渴望在这里寻求一种故乡的归属感，你也蛮容易感到失望的。在伦敦的唐人街呢非常的迷你，而且它不是一个生活的社区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化旅游的地点。说到伦敦，伦敦呢是英国华人生活最多的城市，有107100人目前定居在伦敦，占伦敦总人口的1.4%。而曼彻斯特呢，是英国华人密度最高的一个城市，占这里总人口的3.4%。紧随其后的呢是伯明翰，占这里总人口的3.2%。而利物浦呢有7000人目前选择定居在这里。具体谈回我生活的伦敦，其实在伦敦的唐人街的附近的 SOHO 这个区域呢，住了很多的香港人。其实早期的客家移民呢，他也很喜欢扎堆居在这里，但是因为付不起这个
这个广东籍房东的租金，所以他们就只能搬到更远的伦敦南部的 Croydon。新移民呢，他则更爱金融行业汇聚的金丝雀码头这一带，而北京人呢，他就喜欢住在离中国大使馆稍微近一点的地方。说到伦敦的唐人街呢，很多人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呢，可能就是现在这个 Leicester Square， 但是其实待久一点呢，可能会想到，也许是西伦敦的 Bayswater， 但是其实伦敦最早出现的华人聚集区呢，是在东伦敦的 Limehouse。但是因为二战时期的空袭呢，这里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出来曾经唐人街的痕迹了。只有对比呢其他的华人移居的海外著名城市呢，你才会意识到这里的华人社区有多小。像美国的旧金山，华人的群体在这里的人口占比呢是 21.4%， 而在纽约呢占比是 6%， 而澳洲的悉尼还是墨尔本还是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，华人社区在这个城市的人口占比呢都在 10% 以上，就意味着在伦敦你要遇到100个人，你可能才遇到1个华人，但是在这些城市呢10个人里面你就能逮住1个了。说句实在话哈，这个人口社区的小呢，其实你从中餐馆中超的这个选择当中，你就已经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。也正是因为华人呢是这里少之又少的群体，来这里的时期也不长，所以导致我们非常缺乏在主流社会当中替代华人群体的声音，形成了这里的人对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刻板的印象。模范少数族裔这个帽子呢，其实也是扣在了我们的头上。你数学一定好吧？ Come on, do math. 你一定很有钱吧？这些还是比较善意的标签跟揣测。还有哪一些我们不想贴上的负面的标签和包袱呢？我们下期再聊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，记得点赞跟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拜拜。